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我将陪伴大家一起读中国简史。这节视频将为你展现中国历史的大脉络，那么都有哪些脉络呢？我们来一起看一看。第一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的文明。第二，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。第三，两头变化剧烈，中间不断循环。第四，一头两尾两次巨变中间，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地循环，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。第五，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。第一，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未曾中断文明。确实，这是中国史一个鲜明的特点。假设一个汉朝人来到了现代社会，那么他会觉得过得非常的惬意，这是为什么呢？他会发现这个民族的心理和处事习惯与汉朝其实相去不远，也就是说，几千年来，中国文明总体上是独立发展的，一直有着自己鲜明的个性。对比一下世界史，这一点看得就更清楚了。同样，一个古埃及人来到现代的埃及，那么他会觉得非常的茫然，这些都是什么？今天的埃及呢，除了利用金字塔发展旅游，他们的文化和古埃及文明几乎没啥关系了，因为在历史上，他们先后被希腊人、波斯人、罗马人、阿拉伯人征服，埃及的语言、文化甚至种族都发生了根本变化。中国文化的惯性是极其强大的，远比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要强大，因此太阳底下无心事儿这句话用在中国身上特别合适。那么为什么中华文明有这么强的延续性呢？整体来说是因为地理环境造成的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西北是大沙漠，西南是喜马拉雅山脉，东边是太平洋，北边又自己建了万里长城，这样呢谁也别想进得来，导致了两个结果。第一，中国文明在几大古代文明中并不是最早发展起来的。第二，黄河中下游非常适合农业文明的发展。那第二个大脉络呢，中华文明是一个非常早熟的文明，农业文明在黄河中下游出现，发展的速度是非常的快，这就导致了政治文明迅速的发展。在春秋战国时代，中国出现了诸子百家，这早早的奠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格局。比如孔子，他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，还有我们所学的孟子。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学孔孟之说，这位呢是鬼谷子，他是古代著名的谋略家。还有这位是韩非子，他是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。现代法律基本上很大程度是韩非子来奠定的，这就是百家争鸣。及至秦朝，中国又率先在人类史上创立了最大郡县制君主专制国家，建立了当时国家对人民最严格、最精密的控制。秦代政治的那套理性设计，包括郡县制、法典化控制以及文官制度等，若以西洋史的眼光来看，都是非常现代的创设，远比世界其他地方先进。西方要在1000多年后才出现这些东西。但是呢，秦始皇统一中国后，中国演变的步伐突然慢了下来。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，从秦朝到清朝，他们有什么变化。思想文化方面呢，沿袭阐释先秦诸子原创性的新成就不多。政治制度方面，历代沿袭秦制，没有本质性的变化，因此在历史上就体现为治乱兴衰的不断循环。那么地理环境的因素造成了两大特点。第一，
中国文明的早熟，然后第二，使它丧失了探索农业文明以外其他文明的动力，也丧失了自我剧烈变革的压力。第三脉络，两头变化剧烈，中间不断循环。我们说中国文化是连续的，没有间断的，但是并不是说没有过变化。第一，周秦之变，说白了就是秦始皇统一中国，这个变化是中国历史上最根本的一个变化。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呢，中国进入了帝制时代，国家直接控制每一个人，汲取能力空前提高，因此也形成了一系列非常独特的中国特色。秦到清这个时期的中国，很多特征是人类其他政治体绝无仅有的，因此所谓周秦之变，在中国史和世界史上都是划时代的大事儿。第二个变化呢，就是卷入了全球化。正如李鸿章所说的“3000年一大变”，或者用我们历史课本上学的，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。这导致了什么？中国不可回头地卷入了全球化经济新秩序，整个社会的运转规律又一次发生了质变。这次变化也是中国近代最大的一次变化。到此，维持了2000多年的王朝兴替时期彻底的被打破。第四，在一头一尾两次巨变中间，中国政治和社会一方面不停的循环，另一方面却朝着一个固定的方向演进。总的来说，就是皇权越来越重，相权却越来越轻，直至皇权可以完全取代相权。这一变化呢，又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的发展。第五脉络，边疆与中央的关系问题，可以分为两大点。中国历史上几乎所有的新兴政权都来自边疆。对夏朝来说，商朝是东夷；对商朝来说，周是白狄；对周来说，秦是蛮夷。还有一点呢，汉朝以后还产生了一个固定的模式，那就是几乎都是起自东北的少数民族占据半壁江山或者一统天下。好，下来我们看看都有哪些。占据半壁江山的是鲜卑的北魏、契丹的辽朝、女真的金朝；一统天下的是蒙古的元朝和满清的清朝。这些民族呢，又有很多的相似性。鲜卑、契丹、女真和满洲人都剃去了前额和头顶的头发。我们来看一下，这是契丹的女人，这个呢是满清的前中后期。鲜卑有八柱国，契丹有八部，满洲有八旗。八表示很受伤，为什么都是和我相关呢？隋唐两朝也是受少数民族文化影响极深的王朝，他们的开国之君身上不但有着至少一半以上的鲜卑血统，而且在文化上也严重的鲜卑化。因此，边缘民族入主中原不是一时一世的特例，而是中国历史的规律性现象。这一规律性现象背后有着深刻的原因。以上呢就是中国史五大脉络。谢谢大家观看本视频内容。下期预告：为什么夏朝出现在河南？